这是一个真理至上的世界，一切能为人类解读的文学作品都可化作神秘之力，供人驱使。只要掌握真理，凡人亦可拥有弑神之力。我带着一本没写完的童话故事穿越到此，却发现原主竟然失歌。我叫沈夜，你也可以叫我童话开膛手。谁信他来自？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乡村，里面居住着一位牧羊人，他因经常愚弄他人，而被禁止进入羊村。哼，受死吧！脸上两眼有残疾，但还是被赶了出去。临行前，顶着满天的嘲笑，他口吐铮铮誓言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这就是你改编的剧本，向你改编，没让你不变。我劝你老老实实的写，不要妄想拖延时间。要求交不出稿子，你就等死吧！别打了，我明明改编的很认真，谁来救救我？让我摆脱这个母老虎！谁能回答我？人类的大魔法时代是如何终结的？3077年，神明与大魔导师突然奇迹消失，他们留下的真理著作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湮灭。100年后，门于虚空中显现，失去神明的庇护，人类无法通过试炼再次封印大门。那一日，无数残暴门兽冲破封印，大肆屠戮，人族毫无还手之力。自此，辉煌的大魔法时代终结，人类进入了充满苦难与抗争的时代。那么，谁又能告诉我，人族是如何在这场灾难中生存下来的？我们寻回了真理，拥有了觉醒真理的能力。没错，今天便是你们的觉醒日。大狂战士周先生在他的真理著作《狂战日记》中曾经说过：“学医救不了全人类。”大狂战师，狂战日记，周先生，这脑洞是什么？怎么比我还能编？我不是正在为领导抽鞭子吗？孩子们，虽然多年的杀戮让人类的历史出现了断层，完整的真理著作所剩无几，导致觉醒与解读真理之书的道路艰苦万分。但是，你们要相信自己，为了人类的未来。人类的未来？这脑洞到底在中二些什么？怎么给我搞得有点热血沸腾啊？去共鸣吧，共鸣隐藏在你们灵魂深处最契合的真理之书。共鸣？真理之书？去解读吧，无论是文字还是影视、科学或者神学，在心中解读你们最了解的艺术作品。这是大魔法时代神明与先贤最后的馈赠。解读？神明？现在我宣布。觉醒仪式正式开始。觉醒仪式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他们到底要干啥？燕子，你怎么了？看看我呀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？燕子，老子叫沈儿，你是谁？离我远点！沈燕，你个贱人，竟然这么对我！曾经的花前月下、海誓山盟，你全都忘了吗？沈燕，糟糕，平时抽象玩多了，我会真的穿越的了。可是我的记忆呢？穿越者不都应该有原主记忆的吗？怎么办？眼下好像是个邪教仪式，不掌握点基本信息可不行，只能先和这小子虚与委蛇一下了。好吧，别生气，我好像突然失忆了，我忘记了好多东西。这位同学，请自重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我李华取向也很正常。尼玛的，李华？哎，爸爸在。别闹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兄弟，你别吓我，今天可是觉醒日，你要是失忆了，一点知识没有，还怎么共鸣真理之书？先告诉我，什么是真理之书？就是我们平时看的电影、动漫、小说、名言名著这些，
哪怕是语文课本，只要和你的灵魂够契合，就会觉醒相关能力的真理之书。查我爷，说，那我要觉醒一个修仙小说，岂不爽歪歪？话言，我沈某人来了。下一位，老大安东尼。Shit, wrong man， 我是留学生，请把我的资质提到最高。把手放上去。Shit, wrong man， 你这样不行，你的态度会破坏种族和谐。我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歧视。我让你把手放上去。考生老大安东尼，理智力3段，资质下等，觉醒真理，棉花帝国，作者那个啊shit，理智力，我只知道斗水，理智力是什么玩意？以太是真理之书的能量来源，理智力是我们对以太的贴合度，也就是资质1阶到9阶，上中下3等。觉醒真理，成为魔导师后，才能吸纳运用以太。下一位，小福福，理智力9段，资质上等，觉醒真理，万有引力论，作者艾克萨·牛顿。竟然是苹果天尊的著作，他觉醒了牛顿的真理。天之骄女，难道我们学校要出现一个操控引力的力学之父了吗？哼，别高兴太早。我叔叔说，觉醒真理是一回事，能够解读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。下一位，李化。到我了，燕子，实在不行你就摆烂呗。觉醒的概率本身就只有2%，做个凡人没什么不好，你还有我。2%，看来这个世界还是凡人多。这小子说话还蛮温柔的。哎，不对，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考生李华，理智力7段，上等资质，觉醒真理，极厉害，使用的无限制格斗术，作者不详。不是，这本书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？哎呀，这个真理不对劲儿啊，搞不好得回家继承家业了。姐，看来平时看黄书吃独食会遭报应。下一位，沈殿。这是一个真理至上的世界，一切能为人类解读的文学作品都可化作神秘之力，供人驱使。只要掌握真理，凡人亦可拥有弑神之力。我叫沈燕，你也可以叫我无话开膛手。下一位，沈殿。嘿嘿，待会儿我应该是先填满资质，再来个双生真理。下集的标题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复活了我的爱书。考生沈燕，理智力1段，资质下等，觉醒真理，狼来了，作者伊索。可惜，如果是整本伊索寓言就好了。狼来了似乎只是一个短篇小故事，上限已经被固定了。不过还不错，伊索寓言是未曾有过记录的剧组。沈燕，魔道协会需要记录你的档案，告诉我目前你真理的具体能力是什么？沈燕。没有理会眼前之人的询问，随着一道道充满憎怨的嘶吼响起，沈二的灵魂瞬间被拉入一片混沌的空间，无数苍白的符文在不断向上漂浮，每一个符文仿佛都铭刻着罪孽，数不清的血手向着中间的王座攀爬摇曳。王座之上跪坐着一个少年，少年的头顶静静地漂浮着一幅图，上面铭刻着3个大字：罪与罚。这是第2真理，我只是随口一说，还真成了。是你吗，陀斯？不过2个灵魂融合，一人一个真理，很合理吧？沈燕，你单站在那里干什么？我在想晚饭的豆腐脑到底吃甜的还是咸的。应导，你最近真理解读的如何？还不错，老夫最近也是略有收获的。谁要跟你讨论这个真理之术？只有觉醒者可以看见里面的内容。协会是要对你的真理能力做个简单的记录，翻开它，然后将能力复述给我。是，领导。狼来了，对于身为童话作家的我来讲，都能倒背如流了。我猜应该是和谎言有关的能力。哎，等等，很久以前有一个阳春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末期少年穷。我上早八，这不是脑子穿越前改的吗？都烂尾了，那怎么解读？沈燕又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我打开的方式有点不对，我再看一眼。狼来了，消耗以太，制造出曾经见过的怪物幻影，每24小时可使用2次。欺诈类的能力吗？报告领导，我的真理能力应该是召唤一匹狼。为什么是应该？目前是1匹，但我个人觉得，等我解读够深刻，可以召唤7匹狼。赶紧给老夫滚！遵命，领导。应该啊，这沈燕性格如此恶劣，潜力也是普普通通，到底是怎么被协会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的？没有在觉醒场地过多停留，拒绝了李华带他去医院检查的好意后，沈二蹭着他的豪华座驾回到了这个世界的家。叶子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几天，看看能不能回想起什么。谢了，好兄弟。
以后还是叫我沈二吧。我总觉得这样对我的病情恢复有帮助。有个土豪当朋友真是爽，真想即兴写一本传记，标题就叫我的土豪男友。哎，算了，没有记忆还是个麻烦事。第二道考验要来了。众所周知，穿越者的双亲都是高危职业，不过对此我也应当有个傲娇的妹妹。推开房门，经过一番仔细的搜查后，沈二呆愣在沙发上。独生子女，父母早亡，勤工俭学，有一套房，剩下的钱顿康帅傅也只够活3个星期了。难道我都穿越觉醒了，还要靠老本行谋生吗？不管了，先睡一觉，起来再说。哎，不是，这是哪？怎么穿越还在换乘呢？眼睛一闭一睁，又穿越了。正在沈二愣神间，外面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看着布局，好像是个宾馆。有密码呢？什么鬼？开着门还玩这么刺激？难道这里就是他们说的什么门将的试炼？什么玩意？是人是鬼？这一天又是穿越又是磨导师的，现在又来了个入室勾杀案，感觉自己要长脑子了。你好，摩西，萨瓦迪卡，有人吗？哎，我去，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燕子，你也在，这么巧？这里就是门吗？看样子是啊，咱俩也真是倒霉，刚觉醒就被拉来当炮灰，就是不知道是哪种类型的门。炮灰？包不可能的老弟，哈哈哈哈！也不看看我是何人。随着二人的大声喧哗，其他房间的倒霉蛋也陆续走了出来。吵什么吵？想死别拉上我们！这里是哪儿？人家好害怕呀！我们到门里面了，太酷了！完了，我是第一次，我还不想死。欢迎来到鬼金阳之门。这是一道奇怪的门，门内正在进行一场持续5天的规则游戏。祭品即是钥匙，猩红为你开门，卢手求来回报，杀人者即是活命人。我们的演出开始了。欢迎来到鬼金阳之门，我是这里的管家，你们也可以称呼我为鬼宿阳先生。装神弄鬼，阴阳怪气，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。我看你不如叫沸羊羊先生算了。你们不要激怒他呀。小妹妹别怕，他要是能动手早就动了，用不着在这儿装神弄鬼。没想到你心思还挺缜密的嘛。当然不能出手吗？哼，话说回来，这2个家伙到底是真傻还是装的？算了，出头鸟有了，我也省得费心思试探。找死！你们就蹦跶了，一会儿看我怎么玩死你们！各位的租住期限还有5天，5天后新的租客将要到来，届时请立刻离开。这里是鬼门关，我们完了。鬼金阳，南方第2星宿，主金夏，多凶。鬼宿吗？据说此处门兽多为恶灵体，神玄系的真理在此可是开挂般的存在。不过这几个人机也不像有能觉醒神性真理的人，我的蛮力在此很难派上用场，只能智取了。作为一名合格的管家，我特意在此为各位讲述一下入住小提示。重点来了，第1条，太阳下山后，所有人必须回到房间，切勿在走廊逗留。第2条，这附近治安很不好，晚上千万要把门锁好。第3条，遇到任何问题可以咨询这里的房东，房东的话绝对真实可信。另外，本宾馆不存在灵异传说，请不要以谣传谣，我一意孤行。开庭时记得带上你们的脑子。我去，律师函警告都来了。燕子，这些应该就是试炼的规则与线索了。那么好，接下来让我们齐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大家的能力分别是什么？我的真理是……以后可以了。可笑，连门存在的意义和可怕之处都没弄清楚，就在这里带节奏。刚觉醒的小丑4年仔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2位小哥哥，你们不要吵了。群群相信你们都很厉害，我们应该多给彼此一些信任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看过攻略，就算同一种门，每次试炼的内容都大相径庭，为防止变数，透露真理这种事就不必了。不过，我们可以互通一下基本信息，若有不测，活下来的人可以去协会记录，并将具体情况告知各位的家人。你们应该都是第一次进来吧？若有遗言，可以进房间找纸笔写下来。我也会写，毕竟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下来。
这么说，1号房的那个哥们儿还挺惨的，死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。他也是倒霉。我们刚来便是晚上，恶灵行凶之时，我的房间可以看到大概。那老家伙规则中说晚上要锁门，他的门连个锁都没有，所以他必死。剧情杀而已，门里的时间与外界不同。1号出事后没多久，天就亮了，而现在太阳马上要落山了。太阳下山后必须回到房间，我们能在此停留的时间不多了。我叫沈二，这是我的同学，叫李华。我叫令狐诗雨，也是学生。我叫路易斯，是个健身教练，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啊？几位小美人？好呀好呀，哥哥，我叫陈敏群，是爱坤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大2学生。说的不是你俩。大学生看着不像啊，我们也要上大学了，大学生活好吗？还不错呢。小学弟，等我们都活着出去了，可以找机会聚一聚。你呢？戴眼镜的小哥哥。你们可以叫我莫。连名字都不愿意透露吗？你怎么这么特殊啊，四眼仔？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要吵，要不要大家一起去1号房找找看，有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？好主意。魔导师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，倒是给我提供了不少写童话的好灵感。你们看，这里有一张纸，每天醒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刷牙洗脸。关闹钟。穿衣服。不是，小美人，你睡觉也不穿衣服的吧？这都是什么跟什么？你们几个不要评了。不好，门被锁上了。别找了，快想办法进到房间，留在这里必死无疑。太入。第一开始。编程从入门到入坟，黑客这也行。那个莫哥哥，我比较胆小，请问可不可以？算了，还没搞清楚门兽的手段，分开行动不会被一网打尽。不过我知道门的防御力应该是最强的，都是人族。若有意外，你们可以来我这里避难，力所能及时我会出手。各位还是好好想想如何进到房间里面吧。太阳马上要落山了，祝你们好运。第一关，注意看，眼前这个破旧宾馆内正在上演一场充满恶趣味的生存游戏。当书籍化作力量，成为人类最后的底牌，大幕渐起，观众就绪。狩猎之夜的狂欢开始了。诗雨妹妹，我们2个都是女孩子，可不可以一起住？我自己真的好怕。与其聚在一个房间，不如分散开，这样我们幸存的几率更大一些。还剩5间房，几位自求多福吧。我去，撬锁，这是什么真理？可惜了，没看到。沈弟弟，今晚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住？想什么呢？西格玛男人永远不会掉入女人的陷阱。2位小哥要住，也是来跟我住。我的爆炸肌肉足够为你俩遮风挡雨了。不是老陆，这门咱非得这么开吗？问题不大，有个洞就有个洞吧，拿衣柜当当一样用。2位真的不考虑过来一起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没兴趣。堂堂男子汉，岂能让你入了局？还不如便宜人的女鬼。我也。哎，可惜了，希望明天还能见到你俩。李华和路易斯闹出的动静，适时打断了陈敏群的色诱之术。沈二环顾四周所剩房间，1号门不用考虑了，连锁都没有，刚挂了一个4眼仔的2号合金科技门，安全系数无疑是最高的。壮汉的5号防盗门也比其他几道木门看起来好一些。李华的6号门和灵狐诗雨的3号门虽然也是木门，但好在都有智能锁。至于陈敏群的4号和沈二的7号门，虽然有锁，但只是那种破破烂烂的小铁栓，好处是不需要钥匙就能打开，能解决目前的困境；坏处是安全系数极低。燕子，要不要和我一起住？都说了，出门在外要叫我的艺名。好的，小二。哎，算了，你我的真理对恶灵根本不起作用，还是回各自的初始房间吧。先帮你把门锁搞定。已开锁。是，你哪来的房卡？啊嘞，门口的开关上插的电卡就是啊。你们出门都不先找钥匙的吗？我密码的，怎么不早说？害得老子门破了个大洞。小黑子露出犄角了吧？还想拿我家燕子当炮灰，坑不死你！哈哈哈，算你厉害，我也走了，你自己小心。直至所有人踏入门内，走廊的光线瞬间暗淡，每个人的脸庞都被阴影笼罩，看不清神色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都有着一个相同的目标。明天活下来的，一定是我。不出片刻，太阳落入山尾，黑暗如约而至，森冷的阴气在走廊弥漫。这里的白昼大约是2个半小时，比我写的剧本都短小无力啊。不过
昨晚的走廊是有一盏灯的，可以清晰的看见外面的情景。今晚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有人把灯搞坏了？我怎么动不了？后面是什么东西？这样下去，我100%会进入死亡结局。狼来了！随着分身将黑影引走，神二这边压力骤轻。嘿嘿嘿，谁说我不能算怪物的？这招鱼目混珠确实好用，不知道这怪物还能不能上到第2次。似乎是在神二这边没讨到便宜，走廊的高跟鞋声渐渐远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刚刚那个脏手逼着我看猫眼，这猫眼绝对有问题，不能再偷窥了，先去洗眼，脏死了。居然没水，不太妙啊！真是无良宾馆，没水还怎么坚持5天？更何况期间寻找线索，肯定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，实在不行，明天就把1号房的拖回来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下不了嘴。平复好心情后，盯着镜子里自己的倒影，神二扯出了一张虚伪的笑脸。哈哈哈哈哈！仔细一看，我还真是帅啊！这是他长久以来的习惯，或者说是怪癖。这样做会让他一整天都保持假笑和冷静。规则2。到底有多少条规则？怎么还是个填空题？那老登的话看来不可信。刚刚被门兽锁定时，我应该只做了4件事。虽然不能完全确定招致门灵鬼关联的原因就是上面4条，但总比那个鬼什么羊的话靠谱一点。而且昨晚1号门出事时，我似乎也做了和今晚差不多的事。他并没有袭击我，一定某些细节被我忽略了。房间内的小提示也完全串联不起来。算了算了，不想了。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要尝试。我知道了，哪里不对劲了。是谁在说话？我生在地狱，一个被神遗弃的人间炼狱，灾厄降临，魔物肆虐，唯有从书中觉醒真理，方能涅槃重生。万万没想到，觉醒那天，我遇到了另一个自己。我知道了，哪里不对劲了。是谁在说话？你是谁？我是你，你是我，自己吓自己，老梗了，一点也不好笑。或许你也可以叫我沈烨。你就是沈烨，你真的没有消失，怪不得我穿越而来。却没有你的记忆，我俩本就是一体，何谈消失？你缺失的记忆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真理。不对，绝对不对！你是原主，我是来新来的穿越者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2个灵魂，2个时空，2副身体。不一样吗？也许不是。沈二，悬疑小说作家，少儿动画编剧，曾也是业界翘楚，冉冉新星，后被作家亡妻斗罗迫害，自此黑化疯魔，致力于魔改童话故事。被同行嘲笑为童话开膛手，代表作有卖核弹的小女孩小绿帽，甚至还有带颜色的，比如白马王子和7个小沈二，玉皇的新衣。停，你别说了，你有我的记忆并不能说明什么，起码我们现在是2副真实的躯体。不是的，我并不能以这种姿态存在太久，这对我们的灵魂是种损害。岁月法在封印着我。封印？我们的身上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我所知也不多，只解读了少许。虚无君主，托斯托伊夫神灵，旧时代的至高，一位有毒的疯子，病态的天才。他的真理潘天林地，为千道万法所不容。我们的资质本应在10段，觉醒那一刻，天法价值无甚，灵魂被撕扯、分离、重塑、融合，痛苦、惊奇、苦恋、欲望，种种极恶与绝望侵袭而来，直至资质降为1段，我们才勉强保住性命。原来我们变成碎柴，是这家伙搞的鬼。没错，持有此真理，我们会永世厄运缠身。不过大部分加在我身。这本真理你不要轻易翻开，过多解读我们的意识恐怕撑不住，此地也太过危险。什么厄运缠身？我还恶鬼缠身，一刀修罗呢，根本难不住咱俩。也对，先解决眼前的麻烦。我现在才思如泉涌，要去做一个小尝试，根本没脑子去推理。你分析分析，到底哪里不对劲？很简单，关键是在门铃响起后我们的反应。身处陌生的环境，当外面响起门铃和砸门声，若房间内的人碰巧在附近听到，都会有什么动作？走到门前，通过猫眼向外看，并出于警惕，下意识地握紧把手。没错，
这满足2样条件：偷看和触碰门把手。我们可以更笼统的划分，不如说是看和触碰门2个动作，而门兽在进门前同样要满足2个动作。站在门前便按响门铃。那昨晚呢？昨晚1号门遇袭，你虽然满足偷看和触碰，但那时候袭击已经发生，出现了受害者。第1晚的剧情可能已经度过了，就算没度过，他路过门前时手里拿着东西，没有按门铃的动作，同时因为下意识的害怕，你后退并远离了门，并没有贴着门看。我有吗？我是怕，包不可能的老弟。装什么装？请看 VCR。陌生的环境，恐怖的叫声，妖气的房门，带血的衣服，你会不怕？我当然不怕，害怕的一定是你，所以我才没印象。能不能别大岔？那今晚呢？我生在地狱，一个被神遗弃的人间炼狱，灾厄降临，魔物肆虐，唯有从书中觉醒真理，方能涅槃重生。万万没想到，觉醒那天，我遇到了另一个自己。那今晚呢？第1次铃响起后，我同样偷看并碰到了门，但他并没有过来，而是第2次响起时，我知道了，是空间和时间，我们双方的动作必须同步进行。没错，第1次看时，你虽然满足条件，但门兽的按铃动作已经结束，他当时也并不在你的门前。第2次响起，他在我的门前，同时因为走廊没有灯光，但窗下有电光，为了看清，我依然紧贴着门去看窗下。此时条件集齐，房间内触发另外一只门兽，开门鬼。若不是分身幻影让他认错目标，以应外合，接下来就是破门。对了，还有规则4的那道谜，联想起来，躲避门铃鬼的方法是：门铃响起，门兽在谁门前，谁不能睁眼看和触碰门，否则屋内的开门鬼便会触发。门与门锁的质量全是幌子。哈哈哈，一定是这样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聪明？你刚刚不还说我们是2个独立个体吗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我们当然是一个人。那么规则呢？目前出现的2条规则都是半拉柯西，有没有什么头绪？规则2，本宾馆走廊里没有灯光，若不想出意外，太阳下山后，所有人必须回到房间，切勿在走廊逗留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你怎么补全的？不过总感觉我好像也听过。是那个老家伙，鬼激阳的试炼多以惊吓猜谜为主，这里更像是一场供人取乐的话剧，而我们都是演员。可是规则上说走廊没有灯，昨晚明明有灯啊。规则4的谜底是睁眼，你也听他的吗？难道要反着来？这不好说，目前掌握的线索太少。既然是取乐，观众下场制造恶趣味，并无不妥。鬼话不可信，但也不能全部信。那老家伙的提示和线索并不是无的放矢。也对，任何剧本若都是瞎胡说一个套路，那将失去好多趣味性。这里应该每个房间都有类似的东西，只能等明天了。陈密群拿出规则4时，用手挡住了半张纸，他的行为让我怀疑灯的问题是人为。明天要留心，若是人为，那规则2就是错的。因为走廊有灯，天黑后我们待在房间内一样会出意外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去研究一下真理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有什么小惊喜。和我猜想的一样，这篇童话故事还没完结。当初翻开真理之书时，虽然内心震撼，但冥冥中就好像看了一本断更的小说，心痒难耐，希望能有个结局。既然真理本来就是我写，我能续写很正常吧？不知道真理能力会不会发生变化？怎么会这样？规则1，本次受邀租客共计6人，为什么是6人？难道1号房的是伪人，自己杀自己，故弄玄虚，提供线索？不对，这里不是魔导师考试，这里的主人不会这么好心，安排一场事件，专门来给我们过渡剧情。现在存活的6人中，一定有1个人有问题。鬼金阳很少有强大的门兽，只要摸清规则，认真寻找线索，就可以通过试炼。可是我真的可以吗？我真的能想到吗？我真的能活下来吗？糟糕，使用真理的反噬来了，要撑不住了。近乎失语，要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一夜无话，朝阳再次升起，不知今天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？这是一道奇怪的门，门内正在进行一场持续5天的规则游戏。祭品即是钥匙，猩红为你开门，卢手求来回报，杀人者即是活命人。我们的演出开始了。天亮了，各位该出来互通情报了。什么情况？这女人怎么从你房间出来的？燕子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昨晚临关门的前2.5秒，她说她的门摔坏了，冲进来就钻我被窝。哦，钻你被窝？然后呢？燕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没有，我穿衣服睡的。你知道的，我睡觉一向很死，
我和他只是逢场作戏。没有什么，你跟我说不着这些。哦，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我还是头一回见到，人家不欢迎他，他还主动倒贴呢。这么不欢迎，大块头，我懒得和你说。我房间的门把手坏了，根本锁不上，还好李华哥哥人好，接纳了我。况且昨晚我们在床上什么都没干，只是探讨了会规则，就睡了，还发现了规则3和4的线索。是的，我们什么都没干。那咋了？我这里还发现了半句规则6呢。我这里也有半句规则1。我这里有半句规则2。1、2、3、4、6，还缺一个5。应该在四眼仔的房间。四眼仔呢？他怎么没出来？他的门是开着的。糟糕，快去看看。呀，他死了！这么酷的大门都挡不住门兽吗？这里的门兽怎么这么喜欢扎脑袋？大家听我说，我们之中很可能有内鬼是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，小美人？猜的。大家听我说，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。这2句话妥妥的内鬼起手式，好吧？你们看这里，血迹是在门框上，他很有可能是在探头向外看的时候被门夹死的。那又怎样？非要探头向外看吗？也许是门兽变着花样给我们换死法。这要看诗雨妹妹的推断，若是真有内鬼，很有可能是他骗了莫哥哥开门，然后害死了他。怎么骗？这是在试炼里，又不是在现实世界，谁会这么傻，随便开门？是诗雨妹妹说了有内鬼，人家只是看到了一点线索，说出来而已。你干嘛老是针对我？很有可能，若内鬼知晓躲避门兽的方法，并在外面安全走动，骗他说有人破解了规则，出来才是安全。诗雨，你怎么说？这是出现在我房间里的规则1，上面说的租客是6个人，而算上已死的2人，我们有7个人。那有没有可能规则是假的？所以我说是可能，而且我这里的规则1也只有半句。好了好了，天亮只会持续一会儿，我们没有时间去纠结内鬼了，先把收集到的线索都拿出来，然后找找规则5。这是我的规则1，本次受邀租客共计6人。这是我的规则2，本宾馆走廊里没有灯光。这是我和李华哥哥找到了规则3，独属于背叛者的礼物，和昨天在1号房找到的。规则4，谜底我们觉得是睁眼，而且下面有一小段话，当时太害怕，被我的手不小心挡住了。这是我的规则6，不过只有下半句。这是四眼仔手里攥着的规则5啊，房东的电话随处可见。不过为减少话费支出，一天仅能拨打1次，每次只有3分钟。这些规则怎么都怪怪的？你们也有这种感觉吗？我和李华哥哥也有，总感觉自己下一秒就可以补全，但又没具体思路。是那个管家，他的提示和我们找到的6条规则都有呼应关系。可是我记得很清楚，他明明只说了3条规则，我们是6条规则，怎么呼应？你们都记得是3条吗？记得，但他说的不是规则，是3条提示。没错，我记得也是3条提示。哎，燕子，你怎么？李大厂，你们记得没错，提示确实只有3条。不过你们忽略了一点，人的记忆系统可以主要分为瞬间、短时、长时3个部分。大脑接触信息的瞬间会形成瞬间记忆，然后会截取其中重要的部分，在经过一定程度的深加工和过滤后，才会慢慢形成长时记忆。那老家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，通过强调和感官的刺激，让我们形成规则有3条的长时记忆，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点。他从出场到离开说了不止3句话，而是6句话。这种感觉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这才是燕子。一道填空题若知晓了80%的答案，答题者将会更有自信去推理，正确率也会更高。若只知道不到一半，80%会因为不敢尝试而自暴自弃。就算勇于尝试，东拼西凑的答案往往也会将他引导向错误的解题思路。所以我们现在只需大胆假设，真正的6条规则一定可以从他的话里找到线索。沈哥哥，你好厉害！你难道是觉醒了知晓万物类的真理吗？我这里有很多头绪，我相信你绝对不是内鬼。今晚我去你房间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怎么样？没时间做填空题了，不如先分析一下避开门兽的方法。规则补全了又怎样？短时间内都分不清真假。大块头，你怎么老是唱反调？昨我和李华哥哥一整晚都待在一起，诗雨妹妹最先分析出了内鬼，沈哥哥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思路。你又做了什么？每次当有点头绪，你都跳出来，是忍不住要动手了吗？我告诉你，群群不怕你，群群是水系真理，不但能喝，还很有战斗力。我刘子轩，这一拳20年的功力，先帝来的都扛不住啊！
哎，群群妹子，你可别拉上我，我睡觉一向很死，睡着了之后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，我可